嗨，大家好。昨天呢，是我回来以后啊，迫不及待就骑到村外去转了一大圈啊，但是发现效果不是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视频里面的说话的声音啊，断断续续的，就有点好像蓝牙出了什么状况啊。那我今天呢，就不去远的地方了。就只是在村里骑行一下，再试试这个麦克风。可能是旅行啊，毕竟还是挺劳累的啊。就发现我的嗓子有点哑了，但是呢，身体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正常的日常生活，该活动活动啊，该锻炼锻炼。其实今天广州也是蛮热的啊，35、6摄氏度。当然我指的是最热的时候。现在呢，已经是下午4点来钟了，就感觉还行。应该降到了32度左右，但是呢，只要在太阳底下30多度的气温呢，应该还是感到有点热。不过呢，我今天只在村里随便的转转而已了，所以我连包都没带，水也没带啊。转个20来分钟就准备回家去了。动员起来，清除积水，消灭蚊虫，预防登革热啊！村里我看发了不少的公众号的内容啊，都是围绕着最近怎么来灭蚊。因为前段时间这个蚊子啊，携带病毒，这个有些传染病爆发。但我相信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灭蚊以后啊，应该蚊子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啊。上次我是听我哪位朋友讲的，是英国好像，就他们那边没有蚊子。哎呦，我觉得没有蚊子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啊！你看广州这边，如果你有个小院，或者你住在楼层比较低，那你都不敢到阳台上去这么站着，因为真的不要2分钟，可能腿上就有好多个包了。这个是广州，我个人感觉啊，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完善吧。相信以后慢慢科技发达了，就会找到驱蚊、灭蚊的终极的办法。感觉前方有了一些乌云啊，是不是今天还会下雨呢？这几天都不好说啊，因为说有一个台风在南海上面生成，但是现在行踪不定啊，它也搞不清楚最终它要吹向哪里。但是呢，大概率还是往陆地方向来吧。无论它去到哪里啊，总是会带来一些风雨。昨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家里的一台小车卖掉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车牌
大概可以保持半年到1年吧。这什么概念呢？现在广州，你如果要去买一台车，你就必须要有购车的指标。如果你没有这个购车指标呢，那目前的政策是你只能买新能源车，就是买那种电动汽车，否则的话呢，你就不能买一台这个用汽油或者柴油的车。这当然是为了控制车辆的无序的增长。那当然，你如果要去摇号，就你不用钱，好像每个月都会放出一些名额来，那就要看你的运气。还有一种呢，就是拍卖啊，就这个拍卖呢，价高者得，但实际上并不贵。广州的车牌呢，2-3万吧。但是我这次到上海去了，我妹妹家的车，那天在听她讲，说以前她拍卖回来的时候大概是3万左右，那现在如果她要换成一个新能源车，她就可以把现有的这个车牌呢出让给别人，就是可以卖掉，大概可以卖9万多。我说还有那么好的事啊，这个车牌能够涨那么多钱呢？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各个城市它都有一些调节这个交通流量的措施。那另外一边呢，他们又鼓励你买车。那最近的热点当然就是新能源车啊，所以我其实也蛮想去了解一些，包括新能源车在内的其他的一些车辆，现在都有哪些需要了解的。其实这2天呢，广州好像是在办什么车展，但这种车展呢，我觉得1年它应该办几回的，所以等到天气凉快的时候呢，再去看看。对于我们已经60好多人了，真的，现在家里已经有1台车了，一般而言是不愿意再去买第2台车了。但是呢，如果有些特殊的需要，或者想要满足一些特别的愿望的话呢，我觉得说不定也会去考虑吧。比方说我们在祈福村内骑行的时候呢，就看到车里屋村里面停了好多台这种房车，各种各样的房车停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不定是我们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吧。只不过呢，现在了解的还不够多，对于这些房车的体验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意义，我指的是人生退休以后的生活的意义，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比方说购置一台车，因为不仅仅是一台车，你还要停放的地方和车的保险、油费等等，还有就是房车里面添置的各种设备等等啊。更关键的是你要开到哪里去，停到哪里，这个一次出去待多久，能够去到哪一些地方给你增添多大的愉悦等等。也就是说，这个 CP 值到底在哪里？你能不能坚持？你用了一段时间，如果觉得热度过去了，就不想玩了，那据说这个房车掉价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好吧？所以这些呢还必须再考虑考虑啊。但最近我也看到特斯拉要推出一些新的车型，好像准备推出一个叫 Model C 的一个，应该是轻量版的 SUV 的车，而且据说它大概人民币15-16万就可以买到，一个纯电动的，这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短途的
开出去，它就可以像一个小房子一样的停在任何地方，用车里的电呢可以进行露营的模式啊。那当然它没有房车那么舒服和宽敞的空间，但是对一个人出去玩几天啊，或者去到周边的某些河边、海边、山里，我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所以这个呢也在不断的了解。当然其实不管去哪里玩，除了住以外呢，还有你可能需要网络，需要做一些事。那么这个网络到底怎么来解决啊？其实也都必须得要考虑一下。所以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就是特斯拉的手机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推出使用啊？因为特斯拉的手机呢，它一定是连上它的星链的卫星的，也就是说，你都不需要SIM卡，你在世界各地啊，当然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使用它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甚至没有网络信号的地方呢，可以直连卫星。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可以通过这些卫星无死角的联网，做一般的事情啊，联络或者是工作，包括娱乐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未来的2-3年之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美国，你如果开一台房车，以前大家也有很多人在分享怎么解决这个网络问题，总之都是有些困难的，不能保证所有地方都有网络。但是自从特斯拉星链推出那种 VR 版的这种卫星通讯，那么这就解决问题了。而且价钱呢，最贵也就是$150一个月，但是廉价版的好像只要50块就可以了。总之，人呢有了机会可以利用更多的科技，你就可以一台房车，有些人可以解决自己在旅途上的作息啊，甚至可以在途中办公，这些都不成问题了。那对于我们这代人啊，真的未来还剩多少年也不好说。希望呢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船，能够实现一些也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够实现的这种房车游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乐趣吧。所以这个是最近慢慢开始在琢磨和研究的一件事。今天我就看了一个视频，是原本在从北京去到美国留学工作，已经待了好几十年的一对夫妻。那看年龄呢，应该是接近退休也许已经退休了。因为这个退休呢，真的并不完全是政府定的。你什么时候达到了财务的自由，或者你的收入和支出达成平衡的话呢，完全就可以提前退休。这个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早退休 FIRE 的一个概念。那他们这个夫妻俩呢，就感觉
他们也到了退休这个年纪了，但是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实现啊。那他们呢就希望说夫妻两个能够开着自己的车周游美国，然后呢也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并且呢也希望能够返回中国啊，进行一个所谓的地理套利。地理套利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一个工资比较高的地方赚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一般来讲到了退休以后呢，你就可以到一个生活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又是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啊，去退休。然后呢，当然你可能需要有足够的供你退休生活的经济方面的支持，比方说像他们呢，在美国有房产，那卖掉了一个房子，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出租，这个租金呢大概可以负担他们这样的一种旅居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吧。当然了，很多人的心愿呢跟他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阶段，他担负的责任，比方说他的孩子还小，还需要陪伴，或者呢他的孩子啊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学费生活费的支持等等吧。甚至很多中国父母呢，即便是小孩已经30来岁了，早就该独立了，可是还在为他们准备一套房子，拼着命的工作等等。那这些呢，确实每家人家情况不同，每个人的这种理念也不一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呢，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只要问过自己的内心啊，符合自己的心愿呢，我觉得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一对在美国的华人夫妻，他们的理念很简单，就每个人的生命的长度都差不了多少，到了时候呢都是两脚一蹬眼睛一闭啊，都要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那无非呢就在自己条件许可的情况底下，最重要是对得住自己的内心的向往的前提底下，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啊更加的精彩，或者说呢让自己的生命的宽度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实际，也是比较现实的，也没有必要感到有任何的悲凉啊，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当然有些人可以活到100岁，有些人可能80岁就挂掉了，但是并不等于说活了100岁的人就一定比8岁人有意义啊。但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就有一句话，我不是很喜欢的话，就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呢我们也听说有些老干部啊，离休干部躺在病床上早就是已经植物人了，但是呢因为他每个月有2-3万之上的这种退休金，所以呢他在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种即便是植物人只要用呼吸机保持他不死的这种情况底下呢，还是可以为家人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所以呢就希望他不死。但是其实那种活着有什么意义，甚至有很多痛苦，这个就不方便去评论了啊。今天在村里呢11的骑行，就跟大家聊聊天啊，说自己退休以后，我的2个孩子，一个呢已经工作了，挣这个薪水了，另外一个呢虽然他还没有
完全完成自己学习的使命啊。他们毕竟也是大学毕业，工作了1年，现在呢再去读一个研究生。虽然我们还得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吧，但是他自己呢，也一边在工作，一边在读书。我们当然还得再支持一下，所以还不能像有些人家那样的小孩已经出道，已经完全能够这个应付自己的生活。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基本上完成了小孩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学习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在想，我们应该也多多少少开始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退休后的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一些我们想追求的乐趣吧。虽然什么都不容易啊，但是你不想的话呢，什么都没有。你去考虑一下，说不定还有希望啊。总之就是希望尽自己能力过一些相对比较独特、自己向往的生活就是了。好了，今天就是村里一边骑行一边跟大家随意的聊聊，也试试这个麦克风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声音清不清晰。那今天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聆听，我们改日出行再见，拜拜。